王佩霞为什么要到上海来了？她想干什么？你到上海来干什么？开玩笑，我外孙找到了，我来看外孙哦。那人家奶奶不能看孙子呀？哪里有这么简单？我觉着王佩霞，她不是来看的。凭着我对她的了解，她是来抢的。乔乔现在在我们家里，谁能抢走？我能让他们把乔乔抱走吗？左左，你跟那江小鱼，你们谈过这个抚养权的事儿吗？聊过了。他怎么说的呀？我呢，跟他表达了我的态度是很坚决的，乔乔的抚养权必须归我，他没有反驳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看嘛，江小鱼现在凭他现在没有资格，他也没有理由来跟你抢这个娃娃。但是左左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。王佩霞就不一样了，你不是说吗？她是娃娃的奶奶，她是不是就可以凭着奶奶的身份把娃娃抢到本溪去啊？这件事情在家里是不可能发生的，不行的。妈，又开始多想了，对不对？就这几个人，你就别再搞什么权谋啊、什么斗争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他们家现在根本没时间想抢什么孩子，人家都在帮忙联系医生呢。也是，娃娃现在这个样子，门都不出，谁想抢不是也抢不走。你就别再胡思乱想了啊！我进屋看看乔乔。药该吃不吃啊？哦，我好吃了。邱医生您好，我是苏婉晴介绍过来的。好，记得。那您说一下具体情况吧。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您提起过。我有一个儿子，被拐过，现在找到了，但是回来之后呢，不说话，不认人，不跟人交流，总是躲起来。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些信息，觉得应该是自闭症，所以想跟您咨询一下。如果真的确诊为自闭症而不是自闭倾向的话，可以说完全治愈的可能性非常小，只能说通过治疗可以有所缓解。那也就是说，还是有可能治愈的。可以这么说。那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，帮我安排一下，来帮我评估一下孩子目前的状况。金老师啊，来，咱们吃药。哎呦，赵公明，我跟你说，我到了上海，我不要再吃这个药了。吃起这个药，我就是头昏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又没有什么用噻。怎么没有用啊？哎，有用。你看这几年你吃这药，效果不是挺好的吗？啊，什么都没有我外孙都没有乔乔管用。但是现在近在咫尺，根本就见不到。
左左不是说了吗？这事儿啊，咱们别着急，慢慢来啊。来，我吃，你去把左左叫出来。啊，叫嘛。哎，邱老师，您看我儿子江桥目前这个状况，我们家长需要配合些什么？一会儿您到前台护士站填一张入户上门的咨询单，我会尽快去一趟家里。毕竟见不到孩子，我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科学准确的论断。他现在就是不说话、不沟通、不交流、不愿意出门，这个症状是不是就是自闭啊？没关系，我理解每个人都有惯性思维，但是我们先停止给孩子贴标签，好不好？好。其实您呢不用太紧张。即便确诊为自闭症，也是可以通过治疗有很大缓解的。很多人都在工作、结婚生子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，所以我们先把心情放轻松，看看孩子的情况再说。那我们作为家长需要准备些什么吗？其他也没有什么了，就只要爸爸妈妈跟孩子都在就可以了。那今天先这样，您先回去准备一下，上门之前我会再联系您一次。那拜托您了，麻烦了。不客气。您又怎么了嘛？娃娃有病要看，不能耽搁喽。小鱼已经约了医生了呀。是啊，这好的心理医生啊，得预约的。全中国就这么一个心理医生呐？哎呀，我倒真不相信了。算了，回成都，乔乔带回成都去看病。乔乔现在这种状况，根本都见不了生人。您说他怎么出门，怎么回成都啊？那么你就跟那个小戴打电话，问问他有没有认识能够快一点来的医生。我现在为了乔乔，我都不去公司了，公司就靠他一个人，你还要因为家里的事情去麻烦他吗？是啊，娃娃的病重要，还是他的公司重要？现在就是表现的时候嘛，他都不知道啊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小戴还是不错的。你看，为了咱们左左，说去成都就成都，说回上海就回上海了。再说，人家这么大的公司，你总不能人家撂着这不管吧？所以呢，您就别着急了啊！快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乖乖吃药。我说过了，我不吃了。妈，您不能这么任性啊！我们现在3个人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身体健康。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呀，要带乔乔见心理医生，要为了他的恢复营造一个更好的家庭氛围，对吧？这都需要什么？需要体力。您说，您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，我跟我爸还不够忙活的呢。是啊，你说到时候我们是照顾你还是照顾乔乔呢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为了乔乔，乖乖吃药。这就对了。有事吗？明天有安排吗？明天没有。怎么了？要不然你约上阿姨，我叫上 Lisa， 咱们4个人出去玩玩。挺想见阿姨的。嗨，看我这脑子。那好啊，明天咱们出去玩啊。那你想想去哪儿呢？ Lisa 在美国长大，我想想哈，我想到一个地方。哎，阿姨，这是我女儿 Lisa， 刚从美国回来。Lisa 叫奶奶。我不叫，她不是我奶奶，我奶奶在美国。Lisa， 对不起啊，阿姨，孩子不懂事儿。Lisa 怎么说话？没事儿，那孩子认生嘛。去哪里呀？走吧，上车吧。阿姨，我来。上车吧。行，慢点儿。好美啊，这里！哎，Lisa，你快来看，你家还有船呢。快点。这太美了，心情好好啊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好玩的？
哎，不许乱说，这些都是历史建筑，有很悠久的历史的，以后你上学都会学到的，多看看。没关系，我以前也不感兴趣，但是知道了一些历史故事之后，我就感兴趣了。要不要叔叔讲给你听啊？我不想听。哎，Lisa，你去哪儿？别跑！哎，别乱跑。Lisa，回来！去。孩子怎么那么没礼貌啊？丽萨从小父母离异，脾气倔，哎，是不是跟我小时候还挺像的？一点都不像，比你差远了。好啦，好了妈，啊，走了走了。你说你们在一起玩就在一起玩，你把我带上干什么？逛逛嘛，在家也是闷着。Lisa，这东西好吃吗？也不健康。哎，每天都嚷吃这些，都来这儿了，你不想尝尝古镇上的特色菜吗？I don't want to eat Chinese food。哎，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回中国要多说中文，知道吗？没事儿，这英文说习惯了，改不回来也正常。哎，妈，你怎么不吃？我吃不惯。那阿姨要不要换一家？咱们再点点东西。啊，不用。你看我干嘛？我看你是因为你吃的香啊。我妈妈喜欢吃素的，但我不喜欢。I like to eat meat。哎，巧了，我也喜欢吃肉。你不用讨好我，反正我妈喜欢你就好了。Lisa， 不喜欢说话。我去看一下。反正我妈也下定决心嫁给你了，我的意见根本可以忽略。当然不可以啊，你的意见也很重要。我们俩要是搞不好关系的话，妈妈会伤心的。那你喜欢我？我当然喜欢你啊。大人，我是骗子。怎么说？我们才见过几次，你就喜欢我啦？你听没听过一句成语叫“爱屋及乌”？中文老师说过，说是如果喜欢一个屋子，就喜欢屋顶上的鸟。哎，对了，我喜欢你妈妈，所以我也喜欢你。那你喜欢我妈吗？当然啊。是我觉得我妈妈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反正我就是觉得我妈妈不知道你喜欢她。阿姨，这晒不晒啊？要不要找个阴凉地儿待会儿？没事，我喜欢晒太阳。你赶紧过去吧，你别把你给晒坏了。我也没事儿，我就在这儿陪陪您吧，陪您在这儿说说话。小孙女还是挺随和的，孩子的脾气可不随你啊。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女儿刚才不懂事儿，惹您不高兴了。这是，没事没事。在美国是奶奶带大。对，我也是最近才拿到她的抚养权。奶奶带大的，你一下子孩子带走了，她多难受。Lisa 有假的时候，我会带她经常回去看她奶奶。你说这抚养权归谁有这么重要吗？把孩子好好的带大，那才重要。将来小鱼跟你好了，你能接受巧巧吗？阿姨，这是必须的呀。小鱼她能接受 Lisa， 我心里非常感激，所以我一定会对巧巧好的。自己的孩子都带得那么累，哪有精力管巧巧呢？凡事事在人为嘛。阿姨，我有这份心，
我会努力做好的，你相信我。如果我能跟小鱼结合，我一定会对乔乔像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好。真的，我放不放心没有用。儿子要是喜欢你，我也没办法。大人嘛，永远都会向孩子妥协。前2天孙总秘书请我吃饭了，跟你打听公司的情况啊。猜对了，不止这样，还企图让我说服你同意孙总入股思巧。我呢，第一时间就给他拒绝了。我说，江小鱼这人顽固不化，我根本劝不动。说得好，是吧？还有煎蛋呢。阿姨，自从你来了之后，我们一日三餐太丰盛了，我都吃胖了。不是，那你就少吃点呗你。好了，赶紧的，不吃了。带个包子，带个包子，来，带个包子，在路上吃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上班去了啊。这孩子，你说他脾气特别好。有事啊？儿子啊，其实你呢用不着想方设法的让我接受苏婉晴。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？苏婉晴这孩子也不容易，你说啊，单亲妈妈一个人带着个孩子，性格脾气啊都不错，对妈也挺孝顺的。将来啊，不管你跟苏婉晴啊走到哪一步，妈只对你有一个要求：乔乔必须得跟我带。妈，左左不会把乔乔给我的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呀？走吧。拿着双手，好了，你去吧。有事吗？那天，Lisa 表现特别不好，阿姨是不是生气了？我那天的表现也特别不好，Lisa 是不是生气了？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我说的也是正经的，他们都是很有个性的人，第一次见面就好得不得了，那才奇怪。他们表现的都很真实，都很自然，这不也挺好吗？你这个人呀，就是有这种本事，好像什么事儿听你一分析，还变成一个好事儿。算是优点吧。阿姨真的没有说过我什么吗？我担心因为 Lisa 不懂事儿，阿姨会对我有看法，不喜欢我，影响我跟你的婚事。他不会干涉我们。真的？真的，他亲口说的。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婉晴，有件事我想问你。你说。你跟你前夫为了 Lisa 的抚养权打了那么多年的官司，你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啊？你跟赵佐佐在争夺乔乔的抚养权吗？也不算是争吧，是在商量。其实有些话也不应该我来说，但是我也是个妈妈，妈妈对孩子的确割舍不下。这些年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没有害怕过，因为我心里有个心愿，就是希望 Lisa 能够回到我身边。所以，当我真正的拿到 Lisa 抚养权最终判决的时候，我心里才真正踏实了。我说这些不是让你放弃乔乔的抚养权，如果乔乔抚养权真的给了你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她的。我相信你会的。
邱医生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邱医生，这是乔乔的妈妈。啊，乔乔妈妈您好。您好，久闻大名。屋里坐一会儿吧。啊，好，先坐一会儿。您坐。乔乔在哪儿呢？他在屋子里边。啊，他怕生，一般躲起来不见人。我可以跟他单独待一会儿吗？单独？如果方便的话，我可以陪同吗？乔乔妈妈，你放心，相信我，好吗？左左，咱们既然把邱医生找来了，就全力的配合他治疗。好。哎呀，赵公明啊，邱医生说的买这个买那个给乔乔，靠不靠谱啊？吃怎么行啊？吃的东西能治病啊？常言不是说有病乱投医吗？既然人家这个邱大夫是心理病医生，他这么说了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再说，你这当姥姥的不是一直想让乔乔早点认识你吗？我这当老爷的我也着急呀。看，咱们不妨试试，说不定还真行呢。要得要得啊！哎，对了，那邱大夫说给乔乔买什么园来着？小园子。哦，对对对，小园子。这小园子在什么地儿啊？食品那边喽。哦，那咱们到食品那看看去。好像没什么动静。好事儿，证明邱医生有方法安抚乔乔。这么快，乔乔就不怕生人了？邱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放心吧。左左，咱们要放松一点。邱医生说过，咱们的状态对乔乔也很重要。如果一直担心害怕，这样对乔乔不好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想和你说。我去探望过之前抱走乔乔的那个女人。你去探望过她？邱医生说，了解一些乔乔以前的生活习惯，对现在这个阶段有帮助。那倒是。他说了些什么？他简单透露了一些信息，比如乔乔喜欢恐龙，难怪啊，乔乔很喜欢那个恐龙的绘本。还有他们原来居住在火车站附近，经常能听到火车的声音，所以乔乔也挺喜欢火车的。啊，听着火车的声音，乔乔能睡着了。再有就是，乔乔不怎么喜欢吃蔬菜。这个不行，这不健康，得改。对了，他没给乔乔吃过芒果吧？啊，没有。我问过他，他说他看过你的视频，知道乔乔芒果过敏，就没给他吃过。他看了我的视频，还把乔乔藏了3年。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他没虐待乔乔，对乔乔挺好的。乔乔爸爸妈妈，请进来吧。来，进来坐。来，坐。这个放的是那个小火车的声音吗？这是乔乔以前生活的地方的声音吧？可是，我不想让他想起那么多以前的回忆。其实呢，多一点以前生活的痕迹可以帮助他放松的。哦，
他现在不怕你了？他虽然还在帐篷里，但是整个人很平静。那就说明他接受你在这个屋子里的存在。那接下来你们2位要配合我一下，先把手机静音，也放松一点，不要太关注他。去，不回我啊？哦，就是这个了。哦，赵公明啊，你在这挑着，我去选一个东西。好，好，好。珍珠小圆子，这个东西怎么吃啊？公明你好啊，你现在不回我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哎，不像过去不回我无所谓，我可找到你，我打你电话。嘿嘿，你不回我就打电话。细腻有弹性，入口细腻，是。这王佩霞老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呀？不行，我既然答应了人家金老师，这电话绝对不能接。咱们一会儿呢就玩纸飞机的游戏，你们2个不要过多的关注他。他如果感兴趣，自己会出来；如果不感兴趣的话也没关系，好吗？我们放松。我的飞机叫恐龙号，爸爸的飞机叫什么名字呀？起名字啊，就叫乔乔号吧。乔乔号。那妈妈的呢？妈妈的叫大胆号。好，那现在乔乔号、恐龙号和大胆号，我们比赛吧。我们看谁的飞机飞得远，好不好？我喊1、2、3，我们比赛啊！1、2、3，噗！啊，这么近飞太低了，乔乔号远一点。我来。哦，没有赶上，差一点点。这一局爸爸赢了。这局谁先来呢？乔乔号。乔乔号，出发！哇，这号飞得好远啊！那我去追一下乔乔，看能不能追上。红号。哇，哎，这么远都够不到了，有没有人帮我们捡一下小飞机呀？孩子有反应了，接着玩好吗？第3局开始，大胆号大胆的向乔乔飞去。啊，大胆号坠机了。恐龙号，第2名，现在乔乔号起飞。哎呀，要是乔乔也会出来飞，那不是该很好吗？试一下嘛。哎，乔乔已经开始看了。很不错，可以说是飞得非常远了，对不对？乔乔开始愿意加入我们的游戏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你不接干什么？不接我找不到你啊！我就不信。老魏，
嘿，阿姨，来，过来，你过来，阿姨跟你说事儿。知道乔乔住在哪个酒店吗？我不知道。小鱼跟你关系那么好，你会不知道啊？阿姨，这事儿小鱼她同意了吗？我是他妈，我做事情要他同意干什么？哎，不是，再说了，那个我打电话给小鱼了，小鱼她不接啊。哎呀，所以你我想起来了，我公司还有事情没办完。阿姨，我得赶紧回去。你能有什么事？哎，这孩子，哎，这小妹，哎呦，我说你这孩子原来挺老实的，都学坏了。法务那边的会都安排好了吗？都确定了，只有江总那边还没有确认时间。他的事儿我来确定吧。好。你先下班吧。苏总，明天见。好，再见。喂，阿姨您好。小苏你好，是这样，那个，你知道乔乔住在哪个酒店吗？啊？那小鱼没跟你说吗？那小鱼要跟我说了，我会打电话问你吗？不是那个，小鱼没跟您说，那是不是不让您去看乔乔？要不咱们就听他的吧，他可能也是为了乔乔。哎，我说我要去找乔乔了吗？啊？不是，那小苏啊，再说这事儿吧，你不跟我们家小鱼说，我不跟他说，不是他不知道吗？阿姨不好意思，我这儿还有点事儿，我等一下告诉你。哎，别，孩子，你不挂电话啊！我知道，你要是一挂电话，你马上打电话问小鱼，问他同不同意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你要真这样的话，我真生气。阿姨，您别生气。那我听说啊，乔乔住在东河酒店。慢点，哎，说慢点。现在说，说，好，谢谢。以为没办法了吧？啊，这不找到了吗？我们呢现在玩动物扑克牌，每一张牌上都有一种小动物，我们就模仿一下它的样子。比如说，我抽到一只蝴蝶，大翅膀的蝴蝶，蝴蝶会在花丛里面飞舞。然后妈妈会抽到什么呢？妈妈抽到了一只鹦鹉。鹦鹉什么样的？鹦鹉什么样的？鹦鹉就会说：“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hello，bonjour，bonjour。”那爸爸抽的是树袋熊。哦，考拉。树袋熊。考拉平时在哪儿待着呢？特别的慵懒。树袋熊平时会吊在一棵树上睡觉。来这儿，来。啊，睡了20个小时的树袋熊。爸爸倒是很像一只慵懒的树袋熊哦。然后我又抽到了一只小松鼠，大尾巴的小松鼠。小松鼠会在树上爬，还可以拿着松果吃松果。哇，这个厉害了！妈妈抽到了一只海龟。海龟是什么样子？我真的是好，我想睡觉，我要睡。海龟睡着了。我又游回来了，海龟又醒来了。那
好啦，回来吧。给我了。抽一个。要不换一张吧？这个我没见过。这什么？水母。水母。你们看。他开始对我们感兴趣了，不要刻意关注他，我们可以继续玩。还有这么多的扑克牌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小朋友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呀？里面是不是有大狮子、大老虎？有没有小猴子呢？要是有人能帮助我们一下就好。有没有小朋友跟我们一起玩啊？啊，这是一只小刺猬。胖乎乎的小刺猬平时是什么样的呀？啊，它蜷起来了，小刺猬，哎呦，滚了个圈儿，真棒！哎呀，这只小刺猬真可爱，哦，真棒，写的真好。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小动物呢？啊，这是一只大象，那大象有什么呀？大象有，我猜大象有大耳朵，还有大象还有什么呢？大象还有长鼻子呢，真棒！还在看病啊？缩缩小小的，哎呀，看来乔乔是很配合呀。聪明。哎，乔乔不怕医生，也就不怕我们。进去。哎，这是。听我说，乔乔不怕医生，不代表不怕我们。佐佐不是说了吗？让咱们配合治疗。遵医嘱，遵医嘱。你说，人家大夫就是不一样，人家那才叫专业呢。你说之前咱们是跟他瞎着急。哎，东西放冰箱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你喝水吗？不喝。哦。看，什么意思啊？赵国敏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信息不回，电话不接，不是你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在酒店的大堂了。哎，你赶紧下来吧。又挂我电话对吧？
好累呀，我们要休息一会儿。可不可以拉住旁边小伙伴的手呀？拉住手了吗？那就闭上大眼睛吧。闭上眼睛，放松。你看到眼前有没有一片绿绿的草地呀？我好像闻到了青草的味道。我们放松下来，闻一闻轻轻的草香。你看一看，草原上还有什么呀？草坪上还有几只小羊，还有小马，它们在跑着玩呢。你一抬头，又看到了蓝蓝的天空，还有白云。温暖的阳光马上变成了一只小手，就照在了我们的小肚子上，暖暖的，可舒服了。我们的小肩膀、小肚子，整个身体都放松了，好像眼皮越来越黏，都黏得睁不开了。就这样睡一个好觉吧。金老师，金老师，坏了！相爱简单，相处却难，分开还有爱的痛痒，两人的错就两人承担，我们的散一人一半，撑多少乐观，越多少悲伤。说宁缺毋滥，这笑话谁来圆场？感情就这样念念不忘，还是当初的喜欢。忽然想起你，哭到背影都要花。原来的喜欢，回头想想，依然是情理之上。别追究好坏，我们输给了想象，理想的假象。想起你，哭到背影都要花。原来的喜欢，回头想想，依然是情理之上。别追究好坏，我们输给了想象，理想的家。